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水果打蜡是现在很普遍的一个现象，因为水果在打完蜡之后，不仅存储时间能延长，看着也会更好看，更能吸引人们购买。但不少人都说吃了打蜡的水果会影响健康，那这是真的吗？今天木子来告诉大家，给水果打蜡对于水果来说是一件好事，能预防细菌的感染，也能预防害虫的侵蚀。不过给水果打蜡也是要符合国家规定的，必须使用食品级蜡才行。而且呢，只要商家是科学的在使用食品级蜡，就不会对身体有害。但有些商家为了获利，就可能会使用便宜的工业蜡，这种蜡含有很多重金属成分，对人体是有害的。那我们普通人呢，从水果表面是无法分辨到底是食品级蜡还是工业蜡，所以为了减少蜡的伤害，建议大家不要买品相过好的水果。另外，最好呢洗干净削皮吃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俗话说，筋软一寸，寿长10年。因为人的筋之根在脚部，所以养生要先养脚。在我们的脚底就有根筋，这根筋越软，对长寿越有帮助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是比泡脚10次还管用呢。端坐在床上，两脚脚掌相对，然后相互的拍打5分钟左右，要有节奏的拍打。这样拍打可能脚底的凹陷拍打不到，这时就可以用左手拍打右脚脚底，右手拍打左脚脚底。那经常这样拍打，可以将脚部的筋拉软，让身体变得更强壮，能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大家还可以在晚上泡脚的时候多按一按脚，也能够起到养生防病的作用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虽然拍打双脚有养生的效果，不过也要适可而止，不要拍打时间太长哦。入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很多人有手脚干裂脱皮的情况，尤其是脚后跟，严重的还会出血。那脚后跟干裂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：一、缺乏维生素。我们身体是需要足够的维生素供给的，如果缺乏了，身体就可能会出现问题。而维生素 E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是保持皮肤弹性的3种维生素，如果身体缺乏了，皮肤失去弹性，就可能会出现脚后跟干裂的情况。2、血液循环不畅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很多人都喜欢待在室内，这样长时间缺乏运动，容易使血液循环变慢。而我们的双脚又属于神经末梢，这样会影响到脚部的供血和代谢，从而使人出现脚跟干裂的情况。3、肾气不足。脚后跟这个地方和肾有很大关系，如果经常出现干裂，有时还会发痒的情况，可能就是提醒你肾气不足了，大家要注意。血管遍布我们全身，全长有15万多公里。如果血管出现堵塞，那么身体就会瞬间垮掉。那血栓堵在哪里都很危险。那该怎么预防血栓呢？在我们脚上有一个化血栓开关，打开它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。这个开关就是我们的脚踝，每天睡觉前多动一动脚踝，能帮助清理血管。方法很简单，平躺或者是坐在床上做勾脚的动作，双腿向前保持伸直，然后用尽全力向身体这边勾脚尖，坚持5秒，再用力的向下绷直脚背，这样反复勾脚50下。这个动作有利于血液循环，疏通血管，对血管内垃圾毒素的排出有很大帮助。大家睡前做一做，会感觉全身经脉被拉动了，能够缓解身体疲劳，有很好的助眠效果。长期坚持练习，血管干净了，血栓也不敢来打扰了。那这个动作无论哪个年龄段都可以做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穴位，那按摩穴位呢也有很好的养生效果。在我们脚上就有个皇帝穴，经常按一按，对血管、心脏都有好处。这个穴位就是公孙穴，公孙穴是8脉交汇穴之一，属足太乙脾经，在我们脚的内侧，第一指骨基底的前下方，赤白肉际处。按压时呢会有酸胀的感觉，平时按摩时呢可以用大拇指指腹按揉，力度可以稍微的重一些，每次按摩3到5分钟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。那中医认为脾统血，所以按摩公孙穴有健脾生血的功效。而且公孙穴可以调动全身，对五脏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。
没事的时候就按一按，能够打通心血管，对身体健康有好处。中老年朋友可以常按按。大家都知道，脾胃关系着我们营养吸收的问题。如果脾胃不好，身体吸收不了营养，就会生病。所以脾胃不好要及时调理。其实，在我们脚上藏着一个健脾穴，经常按一按，有健脾养胃的功效。这个穴位就是太白穴。太白穴是脾经的原穴，健脾补脾效果非常好。在脚的内侧，脚大拇指往后2厘米的凹陷处，具有健脾益气、理气和胃、祛湿止泻的功效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指腹按揉就行，每天早晚各按一次，每次按揉49下即可。左右穴位都要按到，力度要均匀、柔和、渗透，感觉有酸痛感为宜。那经常按摩太白穴，对缓解胃痛、腹胀、腹泻、肠鸣、消化不良等都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肠胃不好的朋友可以试着按摩一下。脾胃不好的，平时还要注意饮食，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少吃生冷、有刺激性的食物，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脾胃。即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，认为喝粥是养胃的，所以肠胃不好的人就经常喝粥。但为什么有些人喝完粥之后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呢？那喝粥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呢？首先，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，是喝什么粥都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对容易胀气的人来说，建议喝粥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豆类的粥，因为这样容易加重胀气的情况。还有消化不良的人也不适合喝豆类的粥，容易给肠胃造成刺激。而胃酸少的人是不适合喝小米粥的，因为小米粥容易刺激胃酸分泌，使人出现腹胀、消化不良的情况。所以喝粥养胃也不能随便乱喝。除了上面这些，有2类人最好一口都别喝。第一类人有反流性食管炎的人，因为粥是流体，如果这类人喝粥，很容易导致胃部反流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。第2类人有胃溃疡的人，胃部有溃疡的人也是不适合喝粥的，因为喝粥容易刺激胃部，导致胃酸分泌增多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，会加重病情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很多人身体肥胖是因为身体经络不通，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用一根擀面杖帮助疏通经络。第一，用擀面杖擀我们的大腿和小腿，因为我们的大腿上呢有很多条经络，所以用擀面杖来回的这样擀大腿和小腿3分钟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促进消化和加快新陈代谢，能够让脂肪加速消耗，能起到很好的瘦腿的作用。第2，用擀面杖擀我们的带脉。带脉是一条横向的经络，如果带脉堵了，脂肪就会堆积在腰腹部，使肚子变大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用擀面杖沿着腰部周围这样来回的擀3分钟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，对打通堵塞、加快脂肪消耗有帮助，肚子赘肉也会慢慢减少。那减肥减不下去的朋友，不妨试试上面这个小方法吧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